你第一次听到228事件是什么时候？就是差不多妈妈20岁左右啊，然后他们就说，有禁书要不要看？那个时候才接收到什么是228，这样。的时候应该是国2的时候，那时候那一年刚好解除戒严。那戒严环境这个议题，没有人会要去谈，因为之前谈228的都是我们所谓的白色恐怖啊，那有些被抓，有被枪杀，所以导致后来。对小孩子的教育说，政治你就不要去提这些东西。你知道的时候有什么感觉？我当然是觉得很夸张啊！我以前呢，一直以为我对于这个很多历史事实非常了解，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念历史嘛。但是这么重要的事实竟然完全不知道，那是不是有更多的事情我不知道呢？之后他那个228事件的时候，您几岁？我那个时候应该是国小的4年级。为什么参加吗？就是真的是两难的事情。我父亲没有说，你是外省人，你是本省人，啊，他都没有这样的区分。未来要救好朋友，就派人过去。本省人跟外省人到底是怎么分的？这怎么讲呢？本来日据时代还住在台湾的这一些人，跟日本战败了之后，从大陆来台湾的这些人，我们就把它归类叫做外省人，这样子。那现在已经没有这种问题啊。你学校有教228事件吗？有啊，这个名词啊。然后考试的时候就问你说，它是几年发生的啊？然后 A B C D 嘛，可能是36、37、38、39。那课本上学历史不是都是什么5WEH 吗？为什么在哪里？然后导火线，然后怎么样怎样怎样，它就条列式下来嘛。那你在别的地方看到的228跟课本看到的228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感觉不一样，有温度的历史。我们都知道228有受害者，然后受害者是一个群体。但是你没有那个温度，但是当你去接触到说这个地方、那个地方，或者是那个地方不同的人、不同的时间发生的不同的故事，你才会发现这件事情是真正存在，而且会让人非常非常难过的。228事件那白色恐怖对现在还有影响吗？开始的时候非常的沮丧，好。大家都只说匪谍的孩子哈，不只是我，尤其是在国小念书的我的弟弟妹妹，老师都讲说你是匪谍的儿子哈，心里非常非常的害怕啊。不过这个反过来讲，正面的能量给我了，我就是很认真的读书啊。后来师范学校也是自己考的，不是保送的。你听过228事件的故事，让你印象深刻吗？这个对不起，我实在没有办法回答你印象深刻，这都是一个很模糊的，可能是不想听它吧，因为它不是我的行为，我只是有一种逃避的感觉，我不想正面的面对它，因为我毕竟不是加害者，那我的角色也很尴尬，我偏偏要承受外省第2代我的祖先的某些人曾经做过的事情。为什么要纪念228？纪念228就是要大家知道说，以前很多精英为了这个，就是无缘无故被那个枪杀，大家就争取要这一天要做一个纪念日，要得到那个228的纪念日也很不简单，大家很辛苦才有今天这个228的纪念日。所以以前没有228纪念日。10几年、20年前有的吧，在之前当然没有了。10月的那时候有10月10号，是什么？双十节。10月30要万圣节。10
月31号是先总统蒋公诞辰纪念日。哈？先总统蒋公。先总统谁？那你觉得我们年轻人有需要了解这段历史吗？我觉得知道说曾经台湾发生过，因为毕竟的话，它是国民政府迁台之后的话，一个历史上最大的一个事件，所以你应该要知道。可是其实我觉得你要问我什么感想，我想那些人很可怜，我觉得他们很就是真的很无辜嘛。然后也是一个时代下的悲剧。可是其实像我，其实觉得我对他感触真的没有那么深，毕竟他离我年代很远。你能够知道所有这件事情，然后是一个时代的不幸，我觉得就足够了。让大家知道曾经有过这样的事情，这样的话，互相之间的谅解可能会更好。我们互相的共同在这个一个小小的岛里面，能够合作，能够生活在一起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那你觉得要怎么做，才不会发生228事件这样的事情？不要再发生哦。最重要的是公民要觉醒吧，也不是说很伟大突然爆发那种，就是不要政治冷感。你的沉默就是允许别人对你使用暴力。那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可以体现在很多地方。